幸福树干叶夸夸的掉叶，幸福树叶片发黄，幸福树叶片萎蔫，幸福树叶片出现斑点，幸福树的病虫害。今天来到幸福树的光温土水气肥精讲，那么一次性的解决你家幸福树的所有的一个问题。通过咱们花友送来的一个幸福树养护不好的一个素材我带你去分析幸福树的病因让你一目了然。那么首先，幸福树从上往下整体性的出现各路的一个斑点，是吧？叶片状态特别不好。咱们出现这种问题，咱们先拍它先拍它叶片背面，还有叶片枝条交叉处的一个虫害室内养护幸福树特别容易出现介壳虫就是白色的一团一团的，有的像棉花似的集中在树干和叶片的背面这种虫害，它这棵树没有你家要有的话，咱们可以用联苯赛虫嗪或者是阿维定聪米喷药的时候里边稍微兑点洗洁精去喷。那么这棵树没有这种虫害，为什么叶片还出现这种？那么通过整体性的发生去推断那么这位花友养护的时候，花友把它放在了通风条件不好的一个位置。那么有极大的可能这位花友比较喜欢去往叶片喷水造成这棵幸福树局部的湿度过高因为叶片比较密集，叶片通风不好的情况，叶片上的这个水珠长时间挥发不出去在叶片积累造成血害。咱们室内通风条件不好的情况不要没事去给叶片喷水，这个是养幸福树的一大弊端幸福树通风条件不好，叶片湿度过高造成一些菌害，造成一些叶片黑边斑点。你有这种情况，你去自己去排查通风不好不要喷水。第二个排查它这个幸福树出现什么问题新芽长势不好，新芽出现黄叶不绿，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咱们看从整体顶端到中间到下半部分这棵幸福树的长势比较弱，那么新叶出现偏黄缺肥的现象。那么有些人说缺肥这个不是那么推断整体的一个感觉，那么推断出来什么？推断这个花友养护幸福树的环境光线过暗整体的光照不足，并不是缺氮磷钾它是缺少阳光的光合作用制造的一个养分这种情况咱们不用合计，它一定是不长根的。那么这种情况叶片表现不好，这种情况光合作用弱它也没有能量去长根儿它的根系一定是老根退化甚至腐烂，新根不往外长。具体不是肥料的问题是光照的问题。那么第三个，咱们再看部分顶芽出现了干枯萎蔫的现象你记住规律植物顶芽出现问题，往往映衬着根系不好。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我刚才说的光线不足根系生长不好。而且这位花友肯定是看视频了幸福树洗水夸夸的浇水导致根系应该是腐烂了。个别根系腐烂对称的顶芽出现耷拉萎蔫黄叶枯叶的这个现象。那么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反面的讲解总结一下这棵花友养护幸福树的一个问题光线不足，湿度特别高，水大这个就是浇水比较勤，通风条件不好引发的幸福树的各种问题。正面讲解一下幸福树应该怎么养。那么首先光照看见上面叶片的一个光照条件了吗？明亮的散射光，夏天不要暴晒，春秋冬最高温度25度以下的时候，咱们在室内可以给它直射光。那么第二个，关于种植幸福树种植的时候，大瓷盆咱们浅埋浅种中间的黄泥土要露出来，甚至盆面可以微微露出来点根系，这长的等等的，这都没有问题一定要浅埋浅种。你埋这么深，本身幸福树比较吸水的它就多浇水，它就闷死了闷死什么现象？就是整个的叶片全耷拉全萎蔫那时候救都基本救不活了这看到大叶片油绿湛亮的，在光线够用的情况下，在浅埋浅种的前提下，咱们浇水的时候幸福树是吸水的浇水的时候盆面土变色了，或者说是摸着盆面土干了，或者是再勤一点，天气比较好比较热的时候，盆面土摸着像衣服甩干的那个湿度，咱们可以正常给它浇水。咱们浇水要满足前提条件，我告诉你的光照和浅埋浅种的情况，这么去浇水。如果说你像我说的这种情况，咱们去浇水去这个给光照的时候幸福树出现底部掉叶很多幸福树养秃了底部是秃杆的这种情况，
是缺过水的表现啊。你有一次这个水没跟足，那么这棵幸福树它可能持续掉叶5天到6天左右。那么这种情况啊，底部掉叶就是幸福树缺水或者是缺过水后遗症的一个表现啊，不要惊慌。咱们后期给水补足以后啊，它新芽呼呼的往上长。那么就 OK 了啊。那么肥料啊，1个月用一次观叶的这个微生物有机肥，7天1周左右用一次通营养液兑水啊，去把水给它浇透。这样去用肥啊，幸福树的叶片油绿湛亮啊，咔咔反光，叶片非常好啊。咱们家里南阳台养护幸福树，它是单面取光啊，每10天半个月，咱们给它转动一次花盆啊，改变一下受光的一个叶片，这样幸福树长得比较圆润，比较均衡。不然的话，它夸夸往光那边去穿。那么幸福树养成这样，怎么去拯救啊？首先咱们要脱盆检查根系啊。咱们看啊，我之前的猜测啊，这棵幸福树的新根一点没长啊，那么老根出现了退化啊，出现了坏死的一个现象啊。它所有的啊，能不能看清？它所有的细的毛细根都发黑。啊，像这看见了吗？毛细根腐烂，丧失吸水能力。这种情况下就是根系腐烂啊，咱们需要给它换个土。咱们首先做的啊，就是把幸福树的这个烂根给它梳理掉啊。咱们只用那个小耙子是吧？把周边的这个土球给它梳理了啊。不好的根系会随着土球的掉落啊，它会掉。找一个这个位置毛细根比较多的地方啊，让你们看得更清楚一些，是吧？小耙子轻轻一兜，把土球给它梳理出来啊，它周边的这些不好的、坏死的这些毛细根，它就掉落了啊。咱们周边的整体的土球啊，给它松散一些，给它梳理掉，包括花盆底部的这个土球啊，给它松一松，让里边稍微粗一点的、好的一点的根系啊，稍微露出来一丢啊，这样会增加根儿和新土的接触面积。再一个就是它是极其有利于发根的啊。同样啊，咱们盆面多余的土都给它刨掉啊，盆面露出来一点根儿。记住我刚才说的，浅埋浅种。那么整体土球梳理成这样就 OK 了。什么标准？就是里边有一些根系啊露出来了，它能够有效的接触到新土啊，就没有问题了啊。不要去泡水洗根儿，泡水洗根儿以后，幸福树这个叶片啊哗哗的掉落。如果你能够承担风险，你可以去洗根儿。如果说你有条件啊，你可以选择排水透气好一点的花盆啊，塑料盆缓苗来说是快一些。那么有人说我没有塑料盆，上哪找去？我就这种瓷盆啊，圆盆怎么种啊？方法教给你。你家有剩的没扔的这种破的塑料盆啊，咱们给它剪开，是吧？做一个瓷盆的淋水层啊，两边给它剪上什么？剪上三角的排水口啊，这都是为了让水排出去啊，减少积水烂根的一个风险，是吧？然后给它倒扣在花盆的底部，然后咱们花盆的周边给它加上陶粒啊，这样就极大的减少了积水烂根的风险啊。就是说你们口中说的水大了啊，减少水大的风险。如果没有这种破花盆啊，花盆底部全垫陶粒就行啊，垫的高度大概是花盆的1/4左右。那么咱们盆底常规性的去添土的时候要用新土啊，是吧？底土啊8到10厘米左右的一个高度。我用的还是咱们特别松软啊，排水透气、间距都非常好的咱们的中沙砂锅啊，里边是纯的品质泥炭加珍珠岩火山石树皮搭配的啊。咱们给花做理啊，那么用这个土的好处啊，就是它保水和排水性它是兼具的啊，它保水的同时，通过咱们的这个配土啊，它非常透气啊。那么这样是满足植物根系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发根条件啊。它有水有空气啊，这样植物才爱发根，这是基础的条件。咱们种植的时候啊，周边土往下去压一压啊，铁砂掌给周边土压的实一点啊，就是让咱们刚才用耙子梳理出来的这些根系啊，能够充分的接触到新土，还是啊增加它的发根概率。然后咱们埋的时候啊，浅埋浅种，把盆面多余的这个土啊，咱们给它拿掉啊，给它清理清理，是吧？可以让根系微微露出盆面一点。最次的都要让咱们梳理的这个圆土球啊露出盆面。咱们在浇水之前啊，咱们助于植物咔咔长根的啊，加快植物浮盆不烧苗的这个微生物有机肥啊，给它撒在盆面几勺，是吧？扒拉扒拉土啊，用土微微盖上，然后咱们定根水啊，给它小水慢浇，
给它浇足浇透啊，整体性的给它浇透，多浇几遍，一定要浇透。然后啊，咱们把这棵幸福树给它放在特别明亮的散射光的地方去缓苗。一定要记住啊，你的缓苗环境光线过暗啊，它没有光合作用，它是不长根的啊，浮根特别慢，新芽长得特别慢，光线要特别明亮，夏天不能直晒。那么从反向到正向啊，到换盆到救治咱们幸福树比较全面的一个养护方法，大家去参考养护啊，前期做好预防，不要等到植物不行了，哎呀，老师怎么救啊？非常慢，别忘了点亮关注啊。